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823大罢免大失败之后，这是一个民意的反扑，全民都在期待你内阁什么时候改组，绿营内部是在期待柯建铭你什么时候是要下台。今天一早，柯建铭马上就发了脸书，这篇脸书震惊了政坛，它里面引用了曹植的七步诗，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乡间和太极，他特别放上了他当时的书，叫做《大局承担》。这个败仗应该是大家一起承担，而是谁要一起承担呢？今天柯建铭的最后一段最有意思，我们特别用红框框了起来。他说：“多注意风灾，还有关税问题。”这代表一件事情。今天柯建铭能够去做所谓的风灾跟关税的问题吗？没有，这些是谁要处理的？是行政院，是内阁团队要来处理这件事情。代表你今天内阁团队，如果你够强，你今天执政的够好，大罢免会大失败吗？好，但今天更大的问题是在什么？今天这种朝野的口水，今天这种内斗的口水，美国也没办法忍下去了。你看到美国 AIT 最近动作非常的多，除了找在野党的立委来会谈之外，甚至找了顾立雄，这是执政党的国防部长，甚至今天连黄国昌都已经去了 AIT， 这代表一件事情。AIT 跟美国现在决定自己出手来脑平这个乱局。好，我们现在接到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尚厚之，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宇轩，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谈柯建铭到底要不要走，要不要走？我们昨天我听你讲，我才知道原来这是赖总统下的一个追杀令，但今天你跟我讲一个更劲爆的，除了赖总统下追杀令之外，这背后还有一个大咖磨刀霍霍。赵浩讲的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当现在台湾的政局局面已经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柯建铭注定就是一个被淘汰的产物。但是淘汰之前人还是得要有挣扎的。为什么？因为过去民进党最为人诟病呢，对柯建铭开刀一个理由就是都是你老柯的一言堂，你假传圣旨，你要我们民进党党团所有人都照办，都配合你行事。结果今天有意思的来了，知道吗？民进党出现共识决啦，不管你是英系，不管你是赖系，不管你是新潮流，不管你是任何的派系，你知道这个共识是什么吗？要柯建铭下台，杀向柯建铭。对，我们讲跨派系喊杀声了，就说你柯建铭给我下去，对不对？但柯建铭怎么可能坐以待毙？所以他发了一个文，叫做呢“乡间和太极，本是同根生”，意思是说，你们这些民进党党团的人，你们这些民进党的人，不要枪口都对我。但最有味道的其实是什么？反而是最后一句话，他说多注意风灾跟关税的问题。那照我反问一件事情我们前一阵子讨论到风灾，都讨论到什么？讨论到赖清德总统嘛。所以你赖清德总统怎么可以跟灾民讲说不能都靠国军？我们讨论到关税问题是说什么？说你赖清德没有能力处理关税，不会去找郑丽君，也不会去找说其他的行政阁员，也不会去找说龚明鑫，点名的就只有一个人，叫做赖清德。所以你刚刚讲到柯建铭要拖人下水，他是要拖谁下水？赖总统，他要拖赖清德下水。他的意思说，今天如果大罢免大失败，我柯建铭有责任的话，你赖清德也责无旁贷，直接开干的。对啊，他就讲他只差没把实讲出来而已所以他今天这样干嘛？翻桌嘛，意思就是说来破罐破摔被来变的来变承担大局。你知道他这一本书当时出的意思是什么吗？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要承接这个职位。换言之，我今天赖在这个总召这个位置上，我要继续承担，我就是不走，打死不退，而且还把矛头对向什么行政院？还记不记得卓荣泰态度都放软了？跟你讲什么我们如果之前预算有讲到冻结把它讲成删除拍谁啦，路唔丢啦，态度放软嘛，林俊宪也跳出来了嘛，所以这时候民进党只剩下一个问题。未来如果要走鸽派路线，未来如果要走朝野和解，还记不记得赖清德在823那天讲的？走朝野和解，然后呢，路线要调整经济民生，那只剩一个最大的绊脚石，正好那个绊脚石是谁？就是柯建铭当然是柯建铭所以他讲的就是柯建铭。所以你看今天我从来没有看过民进党跟跨派系这么团结过。第一个林俊宪的代表是谁？林俊宪的代表当然是赖清德本身嘛。民怨越大，改组的幅度要越大。换言之，改组有没有到现在为止就停？没有。如果民众不满意，他会继续改。在他讲的第二点，他说2026快到了大家都要往中间路线靠拢。他说最近国民党变得好温和理性他有用一个字，那个字叫做鸽派。他说呢，当然要优先调整的就是立法院的朝野关系，甚至说
民进党也要往这边跟进。那正好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林俊只字都没有提到柯建铭啊。往鸽派的话，柯建铭长得像鸽子吗？他看起来像鸽派吗？他只差没有战狼派，我们之前都叫他什么老战狼，对不对？他怎么割得起来？你要柯建铭说跟黄国昌这边哦兄弟啊，要骂几骂，我们一起讨论民生议题，不可能的啦，想太多。蔡其昌讲得更狠，柯建铭贴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叫做承担大局。就蔡其昌说什么啊？今天人家问他嘛，说啊，这个委员，你要不要来接总召？蔡其昌说啊，现在没有了啊，他否认掉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说大家需要你啊，才有承担的问题。来，看过来承担大局。所以说嘛，大家需要你才有承担的问题，所以大家不需要你，就不需要你承担了。对，所以他说你不要这边跟我讲承担嘛。现在民进党不要的是谁？不要的就是柯建铭啊。王世坚讲的更狠了哦，坚哥之前讲说，感谢柯总召啊，过去的贡献啊，但是哦，不应该谢谢指教，而是谢谢收看。照我讲谢谢收看就完蛋了，加走的。我们节目也不能讲谢谢收看我们要讲继续收看，代表说你要下来鞠躬了，好不好？落幕了，老柯，你的时代结束了。但为什么会踩这些印？为什么说现在路线要转鸽？你如果看到外电其实他写的很清楚。比如说，我们讲 Bloomberg， 他最近出一个报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龚明鑫。龚明鑫是谁呢？他是跟美谈判里面他说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仔细看他内文写说什么？为什么要摆龚明鑫？赖清德领导的民进党尝试罢免，结果呢，因为这个选民疲乏，所以呢忽略了民生议题。所以换言之，未来的民生是最重要的。对，这是彭博讲的第一个重点。再来，针对大罢免提到，台湾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虽然有5.48%。但大部分是 AI 的半导体，住宅跟生活品质让很多人吃不消，全年经济也已经下调。换言之，对于未来政府的执政来讲，你就理解了。他说经济跟民生最重要，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这是外国媒体外国媒体所得到的 source 跟他的消息来源，它背后难道跟美国没有关系吗？到底还记不记得你刚才讲什么？你说 AIT 出手了，怎么会去跟国民党、跟民进党、跟我们讲民众党3党去讨论？而且呢，里面都写到字斟句酌，说要 commitment， 你要承诺我，对，我们要针对国防去合作，我们要针对全社会防卫人去合作。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美国现在非常关注台湾未来可能的走向以及立法院的局势。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层面，来3章，第一个这在我们讲的8月25号，首先PO 什么？他跟顾立雄，对，顾立雄里面呢，他写了几个关键字双方呢针对台湾的防卫能力进行交换意见，台湾关系嘛履行承诺，探讨美台呢在所谓的军事以及传统不对称作战，还有社会韧性进一步的合作。那顾立雄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可以一锤定音拍板的人。换言之，他是执政者，他可以点头的人。那另外可以监督人是谁？国民党，你看他也马上把它列出来。对，我们欢迎呢各方继续展现对台湾防卫韧性改革经费投入的坚定承诺。换言之，国民党有没有承诺了？有承诺了，有承诺了。代表他说国民党这边我也出手了嘛？为什么？其实我讲白话很简单啦，民进党搞不定这2党嘛。那我未来就是要你立法院去帮我处理这件事情嘛，所以既然你处理不了，我来帮你处理嘛。换言之，我就直接介入啦。那这个时间点我要的是什么？你们给我合作嘛。你今天如果蓝白持反对态度，包括国防预算，包括全社会防卫韧性预算，以及相关其他的甚至是关税相关的预算，那怎么搞得定？所以我要你搞定，因为这是台美关系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最后你看连黄国昌、民众党也一样纳入在里面。所以这时候你再回过来看柯建铭，我讲柯建铭代志大条了。因为现在不要你的不是赖清德，也不是民进党，而是你已经不适宜在美国未来要跟台湾互动的关系跟合作的框架之下。吓死了！你说我刚刚讲的磨刀霍霍的人，后面是美国，美国不要柯建铭，美国不要这种鹰派，赶快除掉。对啊，因为你现在已经变成是绊脚石啊。过去你朝野争执的时候，你是一个我们讲的很好的一个对手啊，但是未来我们需要合作的时候，你变成阻碍了。你看你看柯建铭配怎么样？韩国瑜讲这一段话，把它引出来。要帮柯总召按第2个赞，韩国瑜帮柯建铭按赞柯总召回来了温良恭俭让，以前是温良恭俭，从来不让。哎呦，柯总召变得好让我请问一下，韩国瑜知不知道相关的状况？他当然知道，不然他当什么立法院院长？所以看到柯建铭在整个推动过程里面甚至包括增加预算特别预算跟你讲说增加451到5900亿，对不对？原本柯建铭跟你喊说什么违宪，就现在没有说笑一个。现在整个人变了。所以宇轩，你的意思是说，今天不要柯建铭是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韩国瑜他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柯建铭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
他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放软，并不是因为党内人想要他下台，因为更大咖的美国一直在施压他，他不得不软的。对，赵尔代表说整个政治环境已经产生改变了嘛。那柯建铭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韩国也这样考试他，以老柯的个性，他翻脸的，他一定在跟你讲90分钟嘛，对不对？他每天在跟你唱大戏，在那边口若悬河，继续跟你在那边挥嘛。那没有，就是笑一下，后来，我们讲的是吃闷亏嘛。但你看哦，这整个内阁改组名单，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至关重要？因为从行政院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到阮昭雄，到国发会到经济部，唯一比较有意义的其实只有这个，就是龚明鑫。对，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 Bloomberg 那个报道特别写到龚明鑫？因为为什么让他当经济部长？他是台美谈判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但除此之外，这16个名单，它都不是我们讲深水区的嘛，它都是一些技术性质的官僚，比如说李阳那个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嘛，哦，运动部未来有个李阳，哦，感觉要讨个好彩头，但是这些都没有烧到痒处。换言之，这些改组是为了什么？我跟各位报告哈，这个叫做延迟引爆，为什么？延迟引爆？对，因为对赖清德来讲，他现在倒数啦，2026死亡倒数啊，如果现在这个局面你去选2026，我跟你讲，全部躺一片。绝对必死无疑，所以他得要一个一个拆弹啊！他等于说利用先这个改组的名单先缓一缓，延迟引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败战投手，他在处理剩下的残局，现在可能打到第7局而已，你把最后的2局给投完，好好处理掉就好了。对，先把局数吃下来再说，反正你都已经13-0了哈，我们就慢慢来。但为什么？因为最后面他下一场胜败在哪里？蔡英文接见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赖清德跟萧美琴2个去讨论到，然后可能包括呢讨论到什么，他也没跟你讲，他只说要支持赖总统。那我请问一件事情哈，因为现在有媒体消息已经传出来了，说他们讨论到叫做国安人士。我们刚才讲到内阁换这么多，有没有讨论到总统府人事的异动？没有，国安高层那个才是对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啊，对不对？你包括国安会以及包括相关的国安局的一些对美处理事务的，以及外交系统的，这个才是重中之重。所以换言之，我只用一句话做总结。今天呢，你看到蔡英文愿意去跟赖清德接触，你如果了解蔡英文的个性就知道，哦，他这个人是不喜欢跟派系接触，而且呢，他都已经卸任，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让他愿意出山，除了说许国勇一个人，我不认为那个是至关重要决定的因素，不会说因为用了许国勇，所以蔡英文就愿意去帮忙赖清德，背后肯定有如同我们刚才讲到的。更大的影响力，它可能攸关到的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换言之，如果不是美国老大哥，你很难想象说蔡英文这个被美国所信任的角色，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跳入这一潭浑水？因为这样听起来，真的要出大事了。为什么？我们之前谈到 AIT 放出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是跟国民党的委员见面。那时候我们还在节目上讨论一件事情，一定跟军购案是有关，跟国民党这些立委讲说，你不要去挡哦，这很重要。这解释我认同，但是之后又放了跟顾立雄照片，到今天又去跟黄国昌来见面，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美国是蓝绿白手直接撑了进来。我刚刚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当你今天执政党没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美国要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这代表什么？我未来也要来处理你了。美国真的是全面介入这个台湾的内部的这个，不是说内政，而是介入台湾的各个朝野当中，对美以及对整个印太战略的一个重大影响哦。你知道，我们上一次看到蔡英文跑去见赖清德的时候，在官邸里面那一幅画我说是美国的风景画，对，那就代表说是什么？是美国，你看到那个在墙壁上。那个是在上位的概念，底下两边做了一个前任跟现任的总统，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在照的概念嘛。那美国要照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所有的指示以及后面的所有刚刚提到的国安人士，甚至于说内阁改组当中，都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哈。那你再看到 AIT， 它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现象，不管是蓝营、绿营或者是白营。他都把这些相关照片都放出来。对，那我们如果回顾一下，看一下这1年当中，赖清德总统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使得美国会觉得非常担忧的哈。第一件事情，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共谍案出来的时候，赖清德总统不是跳出来讲了赖17条吗？对。但是你要知道，赖17条基本上有1半以上的法案都必须要立法院配合通过，但是大罢免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现在立法院还是掌控在蓝白的手中。所以，如果你要处理共谍的话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是要到立法院这边来？再来一件事情，团结10讲讲到现在几讲了？4讲而已，讲不下去了。为什么讲不下去？
因为前面4讲来讲的话，就引起很多的纷争了，不管是绿营内部的纷争，或是绿跟蓝之间的纷争，整个台湾内部来讲的话，的确这个纷争还是不断的一直恶化下去。所以讲到第4讲，现在连第5讲的影子都没看到了。再来，我们看到当时赖清德总统说什么要跟在野党的领袖来做国安报告，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但是结果呢，在野党全部都否决掉，完全不跟听他的。那所以就代表说，他也没有办法去跟在野党去做沟通嘛。就国安的层次来看，再来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今天《金融时报》有点到，就是什么？就是过境美国这些事情。过境美国这些事情的话，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谱啊。照道理讲，今年年底以前，赖总统还是要出访。那他要出访之前，一定要过境美国的情况下。之前不是都说谈好了吗？要过境那个什么纽约啊、达拉斯啊，很具体的讲出哪些城市了哦。那现在呢，完全被川普政府整个延后。延后的话，到底有没有取消不晓得。但是这件过境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赖清德总统的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是不是很信任赖清德总统的？不是说信任他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地位、政治立场，而是信任他到底有没有在台湾统筹以及所谓的朝野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也简单讲就是执政能力啊。那这个执政能力来讲的话，如果被美国一挑战，或者是说一怀疑的话，那 AIT 的手直接就伸进来，不是吗？所以你看到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对，那为什么AIT 很少会po这种照片的？AIT 很少，那为什么 AIT 现在那么的重视哦？其实有一个前车之鉴，什么前车之鉴？尹锡悦以国家的立场跟地位来讲的话，都是很强硬的对抗中国的哦，那是属于亲美的。那如果说你铤而走险呢？你这个走险的话，这个我本来一个支持的政权，结果就垮掉了。现在还要不会这样怀疑吗？你看前几天来讲的话，川普不是还在跟李在明在那边弄来弄去的，对不对？然后还这么想，还在观察李在明啊。那所以美国对李在明来讲，还要花一番功夫去做经营。所以今天哦，不要让台湾内部造成这种严重分化的情况下，美国才会什么先出招。美国出招的目的是要稳住蓝跟白这边来讲的话，至少要站在美国的立场。对，不一定一定要认同赖清德，但是你要站在美国立场。所以因为为什么呢？蓝白很多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包含这个黄国昌不是说有传出他的儿子也是美国籍嘛，对不对？黄国昌有这个美国律师执照啊，后来现在被注销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哦。然后蓝营里面来讲的话，你看陈永康，英文讲得不错啊，林佩霞他们都是留美的嘛。那陈永康来讲，到美国也是受训过了嘛。那你其他人来讲的话，都跟美国是有关系的，是什么意思呢？美国掌控得住蓝白的政治人物，但是赖清德不见得掌控得住。关键就是726跟823的大罢免，让美国怕了，让美国认为说，如果再不出招的话，可能无法控制。慧珍，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谈下来，如果真的除了赖总统现在下令围剿柯建铭之外，如果真的照宇轩讲，后面磨刀霍霍是美国，所以柯建铭现在他一定得要走。没想到他今天早上要走之前，把所有人都拖下水了。接着说什么？乡间何太急，承担不要只有我关税风灾的问题。他还说什么？我错了吗？大罢免是穷尽一切的可能，让国会过半何错之有？这代表什么？你们怎么弄我，我还是不会下来的，我没有错。赵和，我跟你讲，所有的他的贴文里面，我认为最狠的是哪一句话？你知道吗？哪一句？就是那一句“让国会过半，何错之有”。为什么这一句话错了？它等同证实从头到尾大罢免不是什么公民运动，不是什么因为这些蓝营的立法委员做的不好，不是因为说大家认为这个已经荒腔走板，人民受不了，然后所以自主性的发起的一个罢免活动，而是大罢免目的是柯建铭认为我就是要让国会过半。哇！这句话很严重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目前为止，民进党从上到下，从总统到所有人都讲了一句话：大罢免就是公民运动啊，这是公民自己发起，这是霸团先行，这是霸团的行动啊。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怎么可以去阻止公民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一个权利？我觉得很有道理啊。我也觉得，那大家只是到后来会觉得说，你怎么变成铺这个遍地烽火，好像有一点全面性无差别的大罢免，就会让人家产生好像是在铲除政治异己的问题嘛。结果没想到，现在柯建铭被逼宫了，不演了，直接说对，大罢免就是我柯建铭为了要让国会过半而发起的。哇，抓死！
就完蛋了。对，因为这样全部人都被拖下水了，全部人都大大家一起死了。对，你打开龙门罩，解龙门罩，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哦，从头到尾，从一开始就阻止所谓的全面性大罢免是谁？可以说就是王世坚嘛。对，所以你看王世坚今天2、3度，王世坚从一开始2、3月、4、5月到现在，之前那个728那一次还拿一个卫生纸去，你就知道王世坚或者是说鹰派为什么对于这一次大罢免的这个行动其实是有质疑的。他最新的说法是，你不是要说谢谢指教，你应该说谢谢收看。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当第一次王世坚他们跟那一个柯建铭产生柯王大战的第一次时间点，是为了什么事？是为了铺马。为什么是为了铺马？就在今年在2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爆出一个讯息啊，就是英系的陈冠廷啊，对，他想要争取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招委，没想到人家连铺马自己本人都已经签同意给陈冠廷的情况之下，柯建铭杀出来。柯建铭说2件事，第一件事情要做这个招委哦，通常是要做2任的啊，他没有2任嘛。对。第2件事情做这个招委哦，要不然你起码要当2年，那也没有到2年嘛。然后他们就讲说不对啊，可是以前没有这个惯例啊。再来，柯建铭说要做这个招委哦，应该要我总召同意啊。那王世坚说哪有，以前哪有这个惯例，从来都没有啊，就搞了老半天啊。柯建铭为什么呀？原来柯建铭要把这个招委的位置保给沈伯洋。这整件事情大家就讲说，第一个沈伯洋也是做不到2年啊。第二个，沈伯洋甚至在民进党的资历又不是那么大，你怎么会？你跟沈伯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个招委的位置留给沈伯洋，而且不惜跟所有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就开始避名？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吗？奇怪啊。对，那大家都知道沈伯洋跟曹兴诚很好。沈伯洋不仅是说扮演着所谓的民间霸团跟民进党中间的桥梁。6月12号，陪曹兴诚到总统府去见赖清德的人是谁？就是沈伯洋啊。所以呢，那到底你柯建铭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沈伯洋来得罪所有民进党大家多年的同僚？是因为你跟曹兴诚中间有什么样紧密的关系吗？然后呢，因为第一个曹兴诚他的以前是那个联电嘛，那就是从新竹起家。那柯建铭不用说，他就是我们新竹这边的立法委员嘛，所以在地嘛，两个关系好，大家都知道。但是问题来了，你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老曹跟老柯之间的亲密的友谊，让柯建铭把这个曹军引入民进党？所以才会变成到后来整个大罢免这整件事情，本来是公民团体的行动，现在变成是整个民进，有人说是民进党被所谓的霸团给挟持，但是不对哦，因为你柯建铭，你看那张照片，对，大罢免大成功是谁喊出来的？就是你柯建铭。对。所以现在柯建铭讲出真心话，对，是我为了让国会过半，所以弄出了大罢免大成功。好，那现在代表着是不是老曹跟老柯之间2个人有这个默契？那现在来了，刚有另外一个林右昌，记不记得在5月初还几月的时候？曹兴诚曾经去拜访过秘书长，当时民进党当时的秘书长林右昌，对，跟他谈，他说我是不支持这个大罢免的，因为大罢免并非民主国家的一个常态啊。结果他才讲没几句话，直接被曹兴诚说那不用讲了，如果你不支持的话，既然不支持，我们就不用谈了。谁明的？直接冰斗翻脸的。林右昌是民进党的秘书长，代表党，竟然可以让曹兴诚一个人说冰的就冰的，冰完的之后。人家曹兴诚见到了赖清德，所以你说，之所以曹兴诚可以一路上去，对于林右昌翻桌见到赖清德，你柯建铭在旁边是不是也扮演着穿针引线的角色？所以现在民进党内部有一个派系认为什么吗？你柯建铭是都几个呀？你柯建铭是不是不要说引清兵入关啊？你是不是引曹军入关啊？因为曹兴诚到后来据说见了党的人之后，讲了一句：那如果以后补选的话，那我们这一些霸团冲第一线的，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为国家服务？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要分嘛，我有战功，我要分嘛。我觉得这件事情才真正的让赖清德意识到，原来这个曹兴诚推动大罢免不是没有政治野心。不是单纯站在一个公民的角色，所以我跟你讲，曹兴诚到后来有没有挟霸团自重，威胁到赖总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民进党后来对他们内部有产生一些相关比较忧虑的情况。所以现在有没有开始大失败之后，大家来跟你老柯算总账啊？民进党今天。会搞到这个地步，是不是你柯建铭在过往的一段时间，不仅假传圣旨，甚至有引曹兵入关的一个嫌疑？惠珍，这样一路听起来，当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柯建铭，他已经被骂了快1周了吧？对，各种传言都出来了。结果他说什么？我打死不退。我为什么？我到我明年的任期到了，我才要走。为什么他都不走？真的是脸皮够厚吗？不可能吧！好，那你柯建铭跟曹兴诚干得这么屌，难道纯粹只是因为港兄在乡情谊的关系吗？就没有我们的吴子嘉董事长，哇，英勇的吴董讲出一段话，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假。他说柯建铭的开销很大，他有一个习惯。很喜欢打麻将，他打麻将打多大？一底30万麻将，而且还是30万的对差，也就是输赢都90万底的啦。他一场麻将可以输500-600万。什么叫做一个叫做90万底？要打东南西北，然后你一个底，你知道一放炮。没有台的就90万嘞，吓死人！所以就90万起跳，对不对？我们什么哪有打这么大的啦？我都打50、100，我都已经快翻桌了，输赢都很大了，好不好？什么90万起跳？所以这个其实吴董讲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柯建铭喜欢赌，这小赌怡情嘛。但是到底有没有打到这么大？那是不是真的有所谓财务上的压力，而跟曹兴诚这关系紧密？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柯建铭如果不走，我看民进党内部也没有几个人真的可以把他给请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